好的，那以上就是易博斯第7代电容笔和2代 Apple Pencil 的对比体验了。那我们下次不行，这完全不行，因为我现在做的东西和别人用5分钟的没什么差别，我这做有什么意思呢？我算了，我删掉重做，没关系，实在没意思做。Listen to me as I say, listen to me as I slow it down. Dreams are yours if you want it. Enjoy the ride, 'cause those ups and those downs is what makes it worth. 欢迎回来，这里是七骑士托马斯。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易博斯第7代电容笔的使用体验。那易博斯第7代电容笔的价格是大概160元，而 Apple Pencil 2代的价格大概是在800元。为了测试易博斯第7代电容笔，花了1天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它，完成了一个简单的2D 动画的制作。相比起使用易博斯第7代电容笔在纸上随便画一画，我想我已经有资格代表画画的初学者，来给大家一个最真实的使用体验。首先说一下我使用的设备，那我的平板是 iPad Pro 2021款。系统是 iOS 15.2。那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用什么画？目前可以选择的2D 动画软件有 Calipeg 还有 Procreate。那 Calipeg 我个人觉得更适合基于已有创作去制作动画，较为轻量，偏向于动画的动。而 Procreate 则比较适合从零开始创作，功能更偏向于画图，较为重型，适合动画的画。那针对这次的情况呢，我就选择了 Procreate。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一个初学者来说，原创的难度太高了。那我很幸运找到了 So Crafty Art 频道的视频，找到了这次视频的主角。米奇的人体构造呢，非常的简单，没有关节，只有线条，颜色也非常的简单，没有任何的渐变色，不需要研究任何的笔刷，这能够掩盖易博斯第7代电容笔的缺点，只支持倾斜感应，不支持压力感应。倾斜感应能够帮助易博斯第7代电容笔画出又粗又淡的线条，但是不能够画出又细又淡的线条。易博斯电容笔的最大优点就是开机就可以马上使用，无需任何适配，笔也可以吸附在 iPad Pro 的侧面。相比前代，给充电口增加了防丢设计，开关的手感也得到了提升。电容笔的侧面有一组指示灯，可以方便的观察电量。那官方宣称，电池可以连续使用10到16个小时，利用电容笔后的 Type-C 接口可以给笔进行充电，还支持超级快充。那这个小动画从开始创作到结束可以做到不用充电。那以我的使用强度，对于一个记笔记的学生党来说，那肯定是够用的啦。大家如果仔细看我的画，就会发现有一些奇怪的小黑点。首先，易博斯第7代电容笔支持全屏防误触，也就是说你在画画的过程当中，手指是不会干扰你的笔画线条的。但是在你抬笔的过程当中，如果手部的这块肌肉发生了运动，这个笔就已经无能为力了，很容易造成误触，产生小黑点。那我个人认为，如果画画的区域靠近屏幕的边缘，出错的概率也就越大。有的时候线条画错了，你进行撤回操作，就会发现你撤回了个寂寞，只是撤回了这些雾化的小黑点而已。因此实际上产生的小黑点数量比你看到的还要多。在 Procreate 当中，长按画面能够进行取色操作，那误触的时候就容易触发取色的快捷操作，真的让人非常的烦恼。有的时候你在画画呢，突然之间你的笔的颜色就变了，画不出你想要的东西，那不知道何时发生的误触就会把我想要用的纯黑色提取成了别的颜色，画着画着才发现，哦，原来颜色不对，最后导致全部重画。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易博思这支笔单独的问题，有很多画家使用 Apple Pencil 的时候，他们都会戴着特殊的手套来防止误触的发生。你如果有这个专业的需求，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一个手套，能够节省非常多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稳定性的问题了。第三方电容笔的最大问题就是画45度角的直线容易发生抖动。那事实证明，第三方电容笔确实抖动比较明显，而 Apple Pencil 则是丝毫不会受到其影响。其实 Procreate 也有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部分的笔刷可以设置平滑效果，在你高速移动的时候，画笔的轨迹会进行自动的调整，但是这一定无法满足更加专业人士的使用需求。除了易博思第7代电容笔，同时我还有使用易博思的360保护套，它是分成内外2个部分的，通过磁吸进行连接，内胆有存放电容笔的空间，保护它的孔位对齐准确，视角都能够保护到，还能够防止 iPad 发生弯折。保护它的内胆支持各种方向放置，因为内胆和外部使用的是 iPad 背面的磁性进行连接，因此只有充电口向右的时候，吸附才是最牢靠的。我平时充电器习惯摆在左边，感觉非常的不方便。因为360保护套是硅胶全包设计，那考虑到设计的因素，电容笔是无法插入充电的，使用的时候还是得要注意。易博思第7代电容笔还是比较适合使用 iPad 的学生党来使用，它电量大，价格便宜，还有附赠精美的笔盒、备用笔头，还有充电转接线，也同样支持 iPad OS 的随手记功能。对于上课记笔记这种需求来说，那肯定是完全的胜任。而你如果使用的是安卓平板，那我个人建议还是多花100块钱去购买对应品牌的手写笔，这样你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功能、更好的适配，甚至还有可能获得压力感应的功能。而有专业需求的用户，那我个人建议还是上 Apple Pencil， 毕竟能用和胜任这是完全的两回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喜欢本期视频，请千万不要吝啬您的一键3连，更重要的是点点关注。如果想了解更多幕后花絮，可以加入我的付费会员。那这里是七骑士托马斯，给你一个有人情味的数码评论，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